它左轉了以後啊，來到這個路口，它繼續左轉，再來到前方，他們繼續左轉，左轉之後呢，繼續左轉，很神奇啊，這是一個惡性的循環呢。好像是因為這些車輛，他們現在想遊玩的話，沒有過多的地方。我們今天繼續開發的話，得來到對面了。比如說啊，這裡有一個小山坡，我忍它很久了。那麼我們在這個山坡旁邊呢，利用一下這個地形啊，去制作2條公路，一條公路讓它垂直地面。比如說在後期呢，我們可以把這條路去延到對面去做一個小橋，然後另外一條道路呢，我們讓它來這兒。OK。你看啊，我們把2條路這個時候2層的立體感覺給做出來。還好我們 CSU2 是不用去修城牆的，這樣直接去拉伸比較漂亮一點。這個樹是什麼時候過來的？再見吧您。然後呢，把這個節點拖在這兒。我是在想啊，讓這条路再往前走一點的話，可以去穿一條隧道，然後再和我們左邊的這個地形去交匯，是吧？我們把其中一條啊，讓它繼續延伸。先不要去在意左邊的這條道路，我現在還沒有想好這條道路要怎樣去把它運營，所以我們盡量要把剛才新修的這個道路給連接一下。比如說呢，我們和上方的這個立交去拉一條平行，這樣比較漂亮一點，是吧？是的。哎，這個立交只能拉在這兒。OK， 2車道公路的話，其中一條我們連接第2層。第2條呢，我們連接第3層。通過這個位置再來一個漸變，比如說1變 2P。對，哎，這樣是對的。然後反個方向啊，反方向再來一條。哎，好像可以。我們把這條1車道呢，現在直接先把它抬高一個節點。哎，比如說做成這個樣子。至於穿模的位置，一會兒我再去修整。然後我們把這條1車道呢，這樣去連接。你看哪裡不合適的地方，我們點哪裡。那麼至於這條2車道呢，可能不是太好連接，所以我們需要把這條2車道呢，提前讓它進行一個轉變，然後再通過這條2車道直接去連接1車道，這就好連接了。剛才我覺得這個節點可能還不太好連接，沒想到奧特曼會給我力量。你看啊，我們再多多少少去調整一點點。左右的節點讓它看起來都合理。你看這邊的車道呢，它走到這兒以後，它一方面可以上2層，2層可以去對面，1層的話它可以通過這個位置去掏一條隧道。假如說我們現在把這個隧道啊先掏一下，現在主播年齡有點大了，有的時候容易忘记，所以我們把这個隧道直接從這兒開始吧，還可以吧。然後呢，通過這個節點，我們開始在地下去打一條彎道，再讓它直行。我們去檢查一下這個小山坡它到了哪個位置啊？差不多這裡有一個沒有平整的地面，這裡一個小水坑是什麼都做不了的。我們簡單的在這裡填一點沃土，然後呢，這個刷子不能調得太大，比如說從這個位置，右方的山坡就不再动了，我們只微調，哪裡的地形有那麼一點點不合理的地方，我們就稍微調一點點，但是不會去大動地形的。OK， 可以把這條隧道給掏出來了。然後呢，我們通過這個位置讓它升高。然後我們下方的这個護岸，我正好做的是一個平行，所以直接拉直線，這是沒有問題的。至於這個無碰撞啊，這個時候可以關掉了。樹木上的石頭樹木上的道路，我們把它給刪了。接下來我們把剩下的道路去連接一下。我突然發現好像有點不是太好連接了。哇，這兩條道路交匯的，當時沒有想那麼多啊。那麼我們現在先用這條一車道把它連接到对面的一車道。我們找一下這個節點在哪裡啊？你看現在幾條道路衝突了以後，我們需要把其中的一個節點讓它抬高一下，下方的道路是不能影響它的通車的。至於中間的這個節點啊，再抬高，因為有一部分地形，這個地形我們能不動盡量不動，看來不動是不行了。這個高度現在看起來是沒有問題的，這個汽車是可以隨意的經過。至於另外一條道路呢，我們先用1去連接2，去看一下這邊有幾個節點。
只有一個節點的話，需要先把它連到一半。然後呢，通過這條2，我們再去連接一下3到2，這樣沒有問題的。這個節點，其實這個節點看起來是很有意思的，但是它非常實用啊，確實是非常實用的。所以我們左邊的道路呢，它在後期肯定會變成一個主幹道的，是吧？這2條道路現在2條變1條。至於剛才說的這個穿模的地方啊，這個比較簡單。我們現在打開這個圍牆呢，選擇一個比較小一點的，然後呢，隨便拉伸一點點，不能拉多了。把這個節點啊，我們先大概看一下，是這樣一個大小。然後呢，把2個節點全部圈起來，把它抬高，再把它給拖過去。OK， 现在看起來穿模的問題已經沒有了。就這邊路邊呢，好像有一點那個鄉村的感覺，是吧？很多同學建議我做一個8車道的高速，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。我一直覺得今天可以做一個稍微有意思一點的，拉在這兒。我們未來把車流量主要放在這條路上，然後呢，先讓它這樣去連接。至於第2條道路呢，我們盡量要讓它錯開。比如說這個高速旁邊呢，放居民樓肯定不合適，我們可以放一些高樓。作為一個高樓的話，這個格子肯定需要留的稍微大一點，是吧？拉在這兒，然後呢，再讓它去平行。規則中透着不規則，不規則中再透着規則。來，至於左邊啊，我們再拉大一點，差不多。這條路可以提前去打彎道，直接拉在這兒。然後這條路不能和左邊的去連接，連接的話，這個路口設計的就沒有意義了。為了分散一下車流量，我們把剩下的這條道路呢，先圍繞着這個河邊，上方不規則，下方規則。沿着這個河邊啊，這個河邊我們可以放居民區，所以從這個位置開始，我們是需要節省一部分空地的，就拉在這兒。然後每一格呢，都去提前打一個彎道。來吧，我們來一個人造的景觀啊！這裡就不放地下水了，地下水有的時候看起來有點假，可以直接放一個淡水出水口。本来這個玩意兒呢，它就可以当成一個资產去使用啊，變成一個比較漂亮一點的景觀，是吧？和我們的這個河堤去使用在一起。然後連接一下水源的話，看一下旁邊好像有一個水管，直接拉過來就行了。OK， 給個大景別去看一下啊，這邊結構現在已經做了有一半了。下方的空地我们是可以直接去加房子的。这个房子刚才規劃的是那些自己建築啊，所以這些房子它在上方會有一些太陽能板。至於這個河邊的位置呢，然後我們也統一一點，要把它變成水泥地。在這裡先加一個比較完整一點的，後方的位置直接去塗抹，這樣比較省事一點。我可能在後期會把這裡變成一個公園，然後到時候去拉一些圍牆什麼的，比較麻煩，現在就先不動了。至於這個路口現在已經通車了，那麼我們繼續來蓋高樓的話，比如說啊，通過這個位置，剛才預留的不是比較大嗎？優先打開這個獨特建築，然後呢，我們先放置幾個地標，把這些長相比較獨特的，我們都可以把它放在這個位置。先放這啊，不合適的話我們再拆，不能考慮的時間太長。至於停車場就先不給他們規劃了。
我们要結合着右邊的高速，比如說通過這個位置，上下左右都有高速的出入口。等後期我們這兩個地方人數多了以後，再把左邊第2條橋梁遷過來，讓這個區域的市民來到我們寫字樓進行工作。